10分钟就能让你变成一个跟任何女人聊天都能进入暧昧区的高手。有经济实力的中年男人跟女生沟通最大的问题，说实话，真不是话题和年龄，而是聊天带不动情绪，要么淡如白水，没聊几句呢，把天给聊死。因为你的硬价值足够，那你跟女人聊天的时候，你内容其实说实话，你好像觉得说好像没那么重要了，是不是？重要的是干嘛？我们要去聊情绪的呀，你要能够调动女人的情绪的呀。你能够跟她建立这种亲密关系的前提是她得对你有情绪。就像女人看韩剧剧情那么的狗血，但是依然能够让她在1个小时内又哭又笑，就是因为韩剧的编剧他是顶级的情绪操盘手。这个可不是你复制粘贴几句网上这种撩妹话术就能够解决的，你再怎么学这种技巧没有用的，根本还是要搞懂底层逻辑。焦哥今天就给你们一套3维情绪沟通法，带你从赏、智、沉3个底层维度去调动女人的情绪，从根本上去解决你跟女人的沟通问题，让你不用猜不用演，真实自然的去跟女人聊出感情，聊出激情。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赏。普通男人一跟女生沟通内心就充满了焦虑和不自信，要么去讲道理当导师，要么去盘问查户口。这个在社交动力学当中呢，叫做低价值包。说白了就是觉得说多讲2句道理就会显得更有价值，多交换一些信息，心里面才会有更安全感的那种。兄弟 relax 放松点，不要把聊天当成生意谈，没有那么复杂。你要做的就是先破冰，拉近距离。怎么拉呀？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赞美，没有人不喜欢被夸的。你看公司里那些领导，他不知道他的下属是在拍他的马屁吗？他比谁不清楚，但是没办法呀，人性就是这样，他就爱吃这一套，所以你也要学会去夸你。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夸他长得漂亮，他会觉得你很油腻，你的目的性有点过强了和那些什么狂风浪蝶没有什么区别。你要学会用赏的思维去赞美去认可他的思想还有他的独特性。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跟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聊天的欲望，但我感觉我跟你，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挺想跟你交流的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说什么，我跟很多人聊天，感觉他们都是在假装听，只有你是真正认真的在听，而且你在听的时候你会思考，会去认真提问。学们，你们要记住一个公式就是里面讲只有你这个公式它的思维是非常厉害的。你夸你们之间的一个绑定，它是有一种独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默契的，而且你会发现后续你们的相处，对方也会更愿意去重复的放大这个链接，就得以加深你跟他之间的一个绑定了呀，对吧？你只要夸他善于倾听，他就会更愿意付出时间去倾听你。你只要夸他有思想，他就会更愿意花时间去思考你所说的话，去跟你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而不是停留在吃了吗？睡了吗？在干嘛呀？所以学会赏的思维就是去赞美就能够更快的完成破冰，建立基础的一些信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2个维度，叫做智。什么是智？不是让你去对峙更不是让你去跟女生去吵架，更不是让你去做一些什么人身攻击。智在聊天里面是真实的定义是叫什么？叫做可控情感摩擦，或者是制造合理的框架对抗。当聊天氛围变得平淡的时候，女生开始给你一些不痛不痒的回复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如果你再一味的去顺着她，那你们的聊天将会是一滩死水。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主动的去制造阻力。你可以直接把话题往感情方向去引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面对这种问题就很直白嘛，对不对？女生可能会出于自我保护，她会进行一些轻微的对抗，她可能会说，你这也太直接了吧，那你先说一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咯她其实是在试探你的底牌，顺便把问题抛回去给你我知道有的兄弟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顺着来一句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呀。 OK 兄弟，结束了，你直接宣布失败吧。那还没有这样想的兄弟呢，现在立刻马上站起来听我讲。你们要知道你这样讲呢，那瞬间其实就完全是低姿态了，无论你说的有多么的无所谓，后续呢也很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因为你在给对方更多的信心去无视你。你要用智去精准反撩。那打比方说，对方这个小美呢，她是个短发的四川的姑娘，那你就要故意反着讲你就可以跟她讲说，我喜欢长头发的
啊，我喜欢身高1.7米以上的啊，不能是四川人啊，太精了，我玩不过。哎，你就故意贴着他的标签，然后去跟他唱反调，打破他的，就是他原本以为你会去讲一些，对吧？讨好他的一些预设，这个就会给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胜负欲。他可能还会质问你说，那你加我干嘛呀？恭喜你，他的情绪已经被你彻底调动起来了。但是你们也要记住，后面马上就要给到台阶下，制造完美摩擦就要给颗糖的。你可以紧接着说呀，但你不一样，你看起来好像笨笨的，应该挺好逗的，再配合一个小表情，对不对？那这一推一拉，路中带乐，你就以一种高价值的一个姿态去打开了整个互动的氛围了。当然这种治的思路呢，你要根据女生的性格还有她个人的一些特点来调整对抗的力度。如果你把控不好力度的话，那说明你的沟通的这个主导力肯定是不够的，你对两性的认知也是不够的，很容易把事情搞大啊。我先给你们讲一下第三个吧，好吧？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沉。如果说前2个维度是便于你跟女生打开窗口，那最后这个维度啊，就是用沉去建立深度连接，去承接女人的脆弱，去接纳她，去兼容她，再去带领她。男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一步拉得最开的。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男人，当女人在你面前去展示脆弱的时候啊，她去传递一些负面信息的时候，你要么像一个领袖一样带领领袖啊，让她找到更好的自己。我总结呢其实就是3点：看见她，认可她，指引她。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就懂了。我之前带过一个兄弟，他喜欢的女生跟他说，他最近就是公司有点就是麻烦啊，就是大客户啊要撤单，那怎么办呢？换做其他兄弟，这个时候可能大概率会告诉这个女生说，帮你想想办法，帮你找找原因，帮你解决等等。但是如果说你们这么讲的话，女生的情绪顶多就是感谢，你们只能停留在浅层的供需关系。那我当时带的那个兄弟，他们就是我们是怎么去回复的啊？当时这个兄弟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啊，只是安静的听着这个女生讲。等他讲完了，平静下来了，兄弟问女生一句，如果这次的局面已经定了，你必须要承受损失，没有人能够帮你，你接下来怎么打算？那当时这个女生听了之后直接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一条一条的去讲她的一个应对方案。兄弟当时很耐心的听完了之后呢，又跟他说，听你这么一讲，你发现没有，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清醒，其实以你的能力，你是完全可以搞定的，相信自己，再坏的结果你是能接得住的，你是有能力的啊。当然如果哪天你真的顶不住了，还有我给你兜着呢。这个就是女人需要的，被看见，被认可，尤其是优质女人，她们更需要这些东西。她们身边其实永远都不缺解决问题的男人，甚至他们自己就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站在平视的角度去相信他。所以女生的情绪反馈是什么？是当时是很感动很珍惜的啊。兄弟啊，你们就是要秉承着这种沉的这个底层逻辑，去接纳对方的错误，然后再转而指引女生去自己解决，这个才是男人的主导力，也是最高级的认可，而不是一来就要当爸爸。那在这个沉的基础上呢，兄弟的兜底就是女人最坚强的后盾，对吧？所以经历这一次沟通之后呢，兄弟他跟这个女生的关系啊，我记得当时好像反正推进还蛮快的，就是女孩子就会越来越觉得还有魅力。所以说啊，跟女人沟通的顺序逻辑啊，它是由浅入深的，你不需要去猜去演，就凭借你的这个经历阅历真实的去讲话，再加上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套逻辑沟通，对吧？你们聊天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吧？嘉哥最后还是送你们那句话吧，弱者才会困于什么情绪，强者都是利用好人性主导关系。我是嘉哥，下课。